从拉斯维加斯到佩奇一共6个小时的车程，这是一场从霓虹喧嚣到自然奇观的穿越。驶离了赌城闪烁的灯光，扑面而来的是广袤无垠的荒漠，笔直的公路如利剑划开苍凉，阳光炽烈地炙烤着大地，空气中弥漫着干燥而粗犷的味道，典型的美国西部风光。随着车轮滚滚向前，地貌逐渐变换，从平坦的沙漠到起伏的丘陵，再到色彩斑斓的峡谷，每一处都充满着惊喜，孤独感与自由感交织。车窗外不断掠过的壮丽景色，让人不禁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深刻地体会到人类在旷野当中的渺小与敬畏。不知不觉，我们已经从内华达州跨越到了亚利桑那州，时针需要拨快1个小时。大家来玩的话一定要注意，否则会错过已经预定的游玩时间。来到佩奇已经是下午2点多了，慌忙地吃一顿汉堡王做中餐，就要出发去赶4点的夏羚羊谷游览。因为我们要从拉斯维加斯开车过来，所以没办法预定更早的档期。到达 Canstore 已经3点半了，稍等一会儿就轮到我们。由于夏羚羊谷位于纳瓦霍族的保留地，所以这里的旅游团的工作人员基本都是印第安的原住民。一家3口的票价是220美元左右。领队的印第安兄弟已经会说几句中文了，说明中国游客来的不少。因为游览时不允许拍摄视频，所以就只能放几张照片了。已经是下午4点，羚羊谷的下面呢光线有点弱了，如果早一些拍照的话，效果应该会更好。整个的游览时间呢应该是1个小时左右。到了5点多，我们赶着去马蹄湾，因为科罗拉多河呢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巨大的 U 型弯道，酷似马蹄的形状，所以故得此名。我10多年前来到马蹄湾的时候还是免费的，人也不多，直到2023年的时候，由于游客的人数剧增，所以这里也开始收门票了，25美元一辆车。而且停车场被设置在了离景观点很远的地方，停好车要走1公里左右才能到达马蹄湾的悬崖边。马蹄湾最著名的景观就是从悬崖边俯瞰科罗拉多河在大地上形成的完美的弧线。站在景观台上呢，可以观赏到科罗拉多河碧绿的河水和周围橘红色的砂岩形成的鲜明的对比，景色极为震撼。特别是在日出或者日落的时分光线洒在河水和岩壁上，更是美不胜收。上次来的时候悬崖边还没有栅栏，听说早年还有游客掉下去丢了性命，现在已经建立了栅栏，又安全，但是又多了一些违和感。太阳慢慢的往下掉，温度也逐渐降下来了。我们开始往停车场走，路上还会也遇到一些刚刚停好车再往悬崖边赶的游客，但是我估计他们走到悬崖边的时候已经什么也看不清了。天空中的晚霞像被撕开的橘子汽水，橘黄的枝叶肆意地漫进靛蓝的天空。上车时天说黑就黑了，到韩国人的餐厅打包一份饭，回到酒店。第2天我们花费了1天的时间从 Page 开到 Yuma， 中间在 Camp Verde一个大概1万人的小镇找了一家饭店，吃了个汉堡白人饭。Yuma 这个紫色的晚霞还真的是绝。下面呢就是自驾的第11天，我们从 Yuma 出发去 San Diego， 途中时而一马平川，时而在沙漠中穿行，时而又在山间行驶。路过 Arizona 和加州的州界的农业检查站，这个检查站是防止外来的害虫或者是植物病害进入加州，保护加州的庞大的农业经济的。商业卡车可能会查得更严格一些，私家车通常是可以很快的通过的。前方600米，左
左转，进入 North Harbor Drive。时至中午，我们来到了圣地亚哥。我们到圣地亚哥的目的是游览中途岛号航母，好不容易找到了停车位，停在了 The Headquarters 门口。这里是需要扫二维码交停车费的，一般来说是预计停多少时间就购买相应时间的停车额度，但是你最好在限定的时间内回来，否则的话，如果管理人员发现你的车停超期了，就会给你开罚单了。中午漫步在圣地亚哥港的海边，你会感受到一股充满活力的氛围。阳光明媚，海面波光闪烁，危险的海风带来一丝清凉。周围的人群熙熙攘攘的，游客的欢笑声，街头艺人的吉他弹唱，以及远处船只的鸣笛声交织在一起，营造出一种热闹却不喧嚣的场景。旁边的草坪上似乎有一群人在举行什么活动。购买了中途岛号航母的门票，2个大人是68美元，因为我们当时正好遇到了 Kids Free San Diego 的活动，孩子是免费的。中途岛号航母呢，它是美国海军历史上服役时间最长的航母之一，它也见证了第2次世界大战到冷战时期的无数的世界风云变幻。那么如今呢，它静静地停泊在圣地亚哥港，化身成一座漂浮的历史博物馆，向世界诉说着它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登上这艘巨舰，开启一段穿越时空的旅程。上舰之后呢，我们首先是进入到它的甲板下的一层，这一层呢布满着各类的飞机和一些游览的娱乐活动。中途岛号航母呢是1945年9月正式服役的，那个时候呢正值2战快要结束的时候，也是我们抗日战争胜利的那个年份。它呢是以1942年中途岛战役命名的。这场战役呢是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象征着美国海军的坚韧和胜利。虽然他没有赶上2战的战场，但是在随后的47年的服役生涯当中，他参与了越南战争、海湾战争等等重大的军事行动，足迹也是遍布全球。1992年，这艘航母光荣退役，随后呢被改建成了博物馆，并且在2004年的时候，在圣地亚哥向公众开放。现在呢，它每年吸引超过100万的游客，成为了解美国海军历史和技术的绝佳的公众窗口。现在呢，让我们走进船员的生活区，这里是数千名海军官兵的家，狭窄的床铺啊，简陋的桌椅，紧凑的餐厅，展现了他们在海上的生活的真实面貌。你还能看到一些娱乐设施，比如放映室和健身房等等，这些都是官兵们缓解压力的场所。他们要在这里生活数月甚至数年，是需要怎样的毅力和纪律呢？才能让他们在这里坚持下来。这些细节更让我们能体会到他们的奉献精神。航母上竟然还有一个小教堂，这是军官的房间。这里好像是他的秘书打字员，应该是军官的食堂，看起来要比普通官兵的要更宽敞明亮一些。也可以看到他的餐具都是银质的餐具。这里是厨房，我们还可以从一些老照片上看到当时厨房做菜的场景。这边呢，似乎就是普通海军士兵的食堂，可以看到他们当时的菜单，当然我也看不太懂。这是一个理发室，如果你几个月在海上不理发的话，似乎也会很难受。这里好像是一个会见重要宾客的房间啊，这里是一个洗衣房。想一想，这艘航母上有那么多的官兵，每天会有多少衣服需要去洗，所以洗衣房也是很重要的。这个蜡像似乎是一位日本的军官，
这里看起来像是浴室。航母上当然还要有消防队，万一哪里着火了，可以立刻去灭掉。这里还给我们介绍了仓库里的导弹是如何从底下通过电梯运到甲板上的。这是航母的演进史，如何从二战时期的航母一直发展到了现在最新的航母。这里似乎就是海军官兵的宿舍，可以看到有上中下3个床，每个人的空间其实是很有限的。床板的下面可以看到存放自己衣物的一个很小的空间。这里似乎就是驾驶舱了，这2个大方向盘应该就是控制整个航母行进方向用的。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巨大的蒸汽发动机。现在我们来到了飞行甲板，中途岛号的核心区域。这里呢长达300米，是舰载机起降的主要的地方。放眼望去，会看到一系列的经典战机，有二战时期的 F6F 地狱猫，也有冷战时代的 F4 鬼怪，甚至还有壮志凌云中出镜过的 F14 熊猫。每架飞机旁都有详细的介绍牌，讲述它们的设计与作战历史。站在这里，仿佛能够听到引擎的轰鸣，感受到战机起飞时的紧张气氛。甲板上还有工作人员讲述着貌似是蒸汽弹射系统的工作原理。我们登上了剑桥，航母的指挥中心。这里是舰长和高级军官们决策的地方，布满了雷达、通信设备和导航仪等。这里呢可以俯瞰飞行甲板。今晚呢是住在 Point Loma 的海岸边的一个 Holiday Inn。我们一路迎着夕阳，在两边种着棕榈树的 Harbor Drive 上开着，觉得圣地亚哥真是个美丽的城市。晚上呢是去一家东北人开的饺子馆，吃了顿热腾腾的饺子，心满意足地回到了酒店休息。后面还有洛杉矶之旅等着我们呢，请点赞关注吧。